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又到了粽子的季节。今年我们来做蜜枣紫米粽。前一天紫糯米泡水，白糯米泡水，绿豆泡水。第二天倒掉泡米水，糯米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，把紫米推到碗的一边，加入白糯米，这样子你大概可以看到紫米和白米的比例是1比1.5，搅拌均匀。糯米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准备馅料。去皮花生，桂圆肉，蜜枣。蜜枣是这个粽子的主要甜味来源，尽量避免用这种普通的红枣，它带皮，甜味不容易被糯米吸收。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，去核，你不去核也没有关系。包这种谷物类的粽子，你都给它加一个甜味来源，味道会提升很多。把大块切小，馅料都准备好了。粽叶我买的是这种，打开冲洗干净就可以直接用，棉线放到小碗里。粽叶两头剪掉，粽子包好之后看起来比较整齐，当然你不剪也没有关系。今年做的是一片粽叶的小粽子，大概在中间的部位把粽叶折上来，里面的粽叶比外面要低一点，外面的粽叶到时候会把里面的粽叶盖住。放入1小勺紫米，用小勺把紫米推出一个小坑，然后放入蜜枣，再放入桂圆、花生和绿豆，然后上面再盖上蜜枣，最后用白糯米封住。现在它是一个正圆锥的形状，拇指和食指压住2个角，上面的粽叶盖下来，沿着粽子边儿合起，最后把尾巴折过来。在粽叶收口的这一个方向缠线就够了。你看包好的粽子每一面都是正三角形。5个一组，打一个结，方便煮粽子。不用炒馅的粽子包起来特别快。这些材料我一共包了34个小粽子。开水下锅煮，用筷子调整一下位置，让每一个粽子都没入在水中，上面盖一个盘子，防止水开后粽子在锅里翻滚。10分钟之后打开盖子，调整火候，让水保持似开微开的样子，煮3个小时。3个小时之后开锅，每一个粽子都是完整的，不会散开。即便是一片粽叶包的粽子，只要你煮的方法正确，粽子就不会散开，也不会漏米。煮好的粽子把每个角角都撑圆了，
剪开棉线，剥开粽子，不出所料，紫米在上，白米在下，双色的粽子。它的样子有点特别，但是它的味道绝对不输给它的色相。用筷子打开一个粽子，白色的花生煮过之后已经变成金黄色了，它吸足了蜜枣和桂圆的味道，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口感。还有绿豆，也已经变成橘红豆，口感是绿豆的沙面，味道是蜜枣的香甜。这大概是一颗桂圆肉，它味道温和，有一点甘甜。粽子打开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食材，唯独找不到蜜枣的影子。估计你也猜到了，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煮，蜜枣全部融化，甜甜蜜蜜的味道已经完全被糯米和周围的食材吸收。用软糯香甜来形容糯米的味道，一点儿都不为过。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！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